诸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傅和林傅老师，欢迎大家再度收看《寰宇惊奇》。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1908年的东古斯大爆炸。那大家会讲，这个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为什么还要把110年前的东西拿出来讲呢？当然，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这是一颗陨石，但是没有人承认它是陨石。你去 Google 上 Wiki 找任何陨石的记录，没有它，因为世界并不承认这是一颗陨石。但是它有一个大爆炸，全世界都说它是陨石，但是找不到陨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目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还原大爆炸1908年炸了以后，1921到27年，库利克。俄罗斯的苏俄一个地质学家非常有名啊，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库利克事件，因为他花了毕生的精力去找寻这颗陨石，对不起，最后还是没找到，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1942年，那么右边是模拟它落地的时候的状况，左边是1921到27年他进去3次拍的照片，上面是他拍的照片。下面是现在的科学家，现在有1000多个人研究这个题目。现在的科学家进到这个通古斯，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在西伯利亚里面，然后拍的一张照片，大家做个对比。右边是他们进去时候的照片啊。好，我现在要讲东古斯在哪里，大家可以看我那个红点通古斯就是它的位置。它的下方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的左下角有一个很小的叫做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有一个很大的地震观测台，跟红点的通卡斯相距有将近970公里，有970公里。我拿到这张图就是给大家看几个位置大家看几个位置，表示通古斯的位置看起来跟贝加尔湖很近，实际上大概差了900多公里这张是美国的一篇论文，我把这篇论文拿出来，是1966年美国 NASA 的一个专家注意 ，NASA 现在还在研究这个题目2020年1月24号还特别开了一个检讨会。我这个里面的资料我不敢说最新，但是我的新到1月24号。那么这个是1966年他们进到这个里面拍了一张照片，空照以后做了这么一张图。大家看最上方的黑点就是爆炸的位置，贝加尔湖在下面。然后这里面注意到2点，右边有一个 KIRENSK 克林斯克，这个地方是观察站，下面一个。贝加尔湖的左下方伊尔库茨克是一个观察站。注意，我这张图给大家看2个方位，一个是在南方，一个是在东方。1908年6月30号早上7点17分在俄罗斯这么一个西伯利亚的埃文斯基自治区发生一个大爆炸。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在贝加尔湖西北800公里，那看从哪里算？从头算可能是800，从底算是970公里。北纬东经，大家参考。然后呢，将近威力目前照现在估算，1500万到2000万吨的黄色炸药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1000颗那么有8800万棵树通通倒下，涵盖的面积2150平方公里。我下面最后一行，目前这个森林的生态已经逐渐的在恢复。这张照片是新拍的空照那么这个告诉你们，大家来看这个地方就是发生事件，你看中间还是空的，发生的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的区域在哪里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界区就是发生在这一块区的右下角
贝加尔湖的上方的拉过去，大概800多公里。它的位置，贝加尔湖，这个是我从 Google 的实际上卫星地图，下方是贝加尔湖啊，那块蓝色的一圈中间，然后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点，那个黄色的点就是东古斯大爆炸地点的位置。这个位置一直到最近有了卫星观察才逐渐的确认，以前都模模糊糊，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是实际空拍，你看中间的土还是没有长得很好。中间的土还是没有很好，我那个黄色的就是所在的位置。然后这个你看旁边都是很空空荡荡的，空空荡荡啊。然后这张图告诉大家是日本的广岛的1000倍，日本广岛的1000倍。那这张图，这张是我把大家整理一下，都当天在贝加尔湖西北方有一个巨大的火球啊，注意到巨大的火一个哈，其亮度跟太阳相当啊，几分钟以后。一道强光照亮天空，冲击波产生，650公里，注意，650公里内的窗户通通震碎，800公里外可以听到地震波，啊，可以听到地震波。亚洲、欧洲夜空出现暗红的颜色，注意到这种现象，只有太空梭重返地球的时候，因为太空梭 re-entry 进到大气层进来好几十个马赫数，进来的时候对大气有扰动，产生暗红色。这个大气扰动的暗红色只有 shuttle 太空梭才会出现。但是呢，既然在1908年据说有这种东西，大气透明度至少几个月才下降。我特别请这个东森制作小组做了这么一张表，这是我拿了4个不同的外来物。我这边说外来物为什么？因为这个问号。1908年，他根本不承认全世界不，因为你找不到陨石坑找不到陨石打了个问号。第一个6500万年，这个大家谁都知道，在墨西哥希尔苏洛伯这个地方确实有个陨石，它的陨石坑呢直径可以到180公里，大小是一个10公里大的陨石，小行星啦，应该算小行星。小行星打到地面，陨石产生陨石坑 ，OK。但造成大绝灭，就是因为6500万年前这么一颗10公里大的外来的小行星落到地球，使得恐龙通通毁灭，然后哺乳类、人类才逐渐的掌权，达到地位。所以应该感谢它，不然的现在是恐龙在统治世界。下面一个是5万年，美国 Arizona 州北部Flag 旗标镇有一个叫巴林杰坑，大家一查巴林杰坑就可以看到这颗陨石呢，基本上呢。也不大刚刚是10公里，它是50公尺，但是呢，它造成 re-entry 进来的速度呢，12.8到20公里每秒，造成了一个1200，大概1.2，对不起，1.2公里，1200公尺，1.2公里的直径的坑第3个就是我们说的东古斯，它是在5到10公里空炸那么它的速度很怪异，从72公里降到1公里每秒。那么它的大小呢？据美国 NASA 最新2020年的估测，大概是30到40公尺。据这个库利克讲，它至少每一个它有130吨以上但是因为那科技不发达嘛，那只能目测。然后它造成地面有50个小的漏斗，我不叫坑，但是我这写小坑，大家比较容易懂。有个漏斗，然后爆炸的声音有3次3次那么那个。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把1940年的中国明朝庆阳石拿出来？因为这颗陨石在明史上有记载，我后面会讲，有1万个人不是死掉就是受伤，而且有一堆子1万多个石头掉下来，每一个石头重1.5公斤，是不是跟东古斯很类似我们不晓得，就是巴林杰，这个就是巴林杰的这个。陨石坑1.2公里，直径1.2公里。那据说下面还有一个铁陨石，但是到现在还没挖到。这边讲到世界有3大的爆炸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东古斯大爆炸，但是研究它们的叫东古斯现象。那么东古斯爆炸呢，是1908年的6月30号早上7点17分。第2个大爆炸呢，是3600年前的印度摩亨佐德罗它是一个废墟，它的温度有1400到1500度 C 那么这个大爆炸的原因不知道。第3次就是我们中国1626年5月30号北京王工厂大爆炸
啊，王工厂大爆炸。那么这个里面我先放第一部影片，好不好？放第一部影片，我这部影片呢是2012 DA14啊，安全通过地球啊，在2013年2月15号，安全通过地球啊，30到40公尺，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那么它通过地球的时候呢，这个由南向北，在地球上空27万公里的地方通过，最近距离啊27万公里，那相当于一个同步卫星啊跟 GPS 卫星的距离，已经是地球跟月球距离之内了。地球月球大概38万公里啊，大概之内。然后 DA14。眼睛肉眼可以看得见吗？对不起，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如果用双孔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在亚洲、欧洲、西班牙天文台，这个就是西班牙天文台 LASAGO 他们抓出来的。然后下面是它的距离、它的位置跟地球之间相对的关系啊。那么这一个东西跟东部啊，你看它追踪啊，2012年 DA14啊，这个追踪。啊，可以追踪，然后这么大小，20到40公尺的打到地球会怎么办呢？好，这是唯一 NASA 做的影片跟东古市有关的，他就讲到了这一颗类似就是跟东古市，这个就是实况啊，看到没有？就是实况，1908年6月30号照的实况，这个是1927年进到现场，库利克看到的现场啊，经过大气爆炸。在820平方英里的地方，这个人是美国成立一个近地物体 Office 的一个主任啊，叫 Dr. Don Yemas 啊，他来描述这个现象。他说 NASA 已经看到了这颗小行星，叫大家不用担心，它这个东西在哪里？这个是西班牙的天文台已经看到，你看追踪每一点，通通追踪它的轨迹，追踪了以后每一点把它的轨迹模拟放在电脑上，马上呈现 real time 的秀出来给你看，然后什么时候进到地点来，进到地球同步轨道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表示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它如果进来产生的效果就是东古市大爆炸的第二次，2013年的2月15号进来了啊，40到50公尺。好，我们看到这边啊，表示说这一颗小行星基本上来讲，是不是跟我们那颗一样嘞？2020年1月24号，NASA 开了一个这么会议，看了没有？现在他来开会，表示这个里面大有学问，大有学问。我有红字，有1000名个研究人员啊。都在研究啊，1000包括现在哦。然后呢，最早的研究呢，就是1920年代末，大概1921到27年，库利克开始研究。那么这是 NASA 2019年的看法啊。注意到这有2块哈，左边这一块有蓝色的，注意到这是所有的树木都立在那边，跟电线杆一样，蓝色越多的地方代表立的越多。啊，电线杆一样立在那边，大概它的距离呢，大概50公尺乘50公尺的范围，蓝色的一块块啊，然后蓝色的越浓的代表它的密度越大，立起来了，但是皮都不见了，右边这一块呢，啊是倒下来的啊，越红的代表倒下来的越积越多，这是 NASA 2019年的看法，所以他们还在研究啊，那么这张图呢？代表我刚刚讲的，在这个 NASA 1966年公布的论文里面，在最右边有一个叫做基伦斯克啊，从爆炸点的这个右边来看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哈，这个大火至少反反复复中断了15分钟，而且这个声音哈有10次，这是他说的哈。然后房屋的墙壁呢，嘎嘎嘎嘎嘎，面西的墙壁。西北方的墙壁嘎嘎嘎嘎作响，所以它的震波直接打过来，打到它的这个墙壁上面。再就是说最右边，也就是最东边的位置，哈。那这个是呢啊，正下方啊，注意到我这张图拿来，正下方有一个叫做沃罗宁，注意到我那个箭头下方有个沃罗宁啊，沃罗宁那个地方的农民看到一个火球从他们的东南方落下来啊，注意到一个是东南方的下面哈，一个是东方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已经偏南了啊。我为什么要给这张图呢？等下我会给大家看它的轨迹。那么这个东西呢有红色哈，这个是 LOVA 是一个
是这个地方红区的这个地方，就是贝加尔湖下面这块地方，目前属于布里亚特共和国。这个地方的观察的现象呢，他说呢，这个地方呢有听到2次强烈的爆炸，至少2次哦，但是实际上可能3次以上。他说2次强烈的爆炸。好，那么这个奇怪的爆炸空间中间有一个圆柱状的这个蘑菇云，这个圆柱状的蘑菇云只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才有，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它说升起比太阳还大的一个又亮的大火球，火球发生方圆几十公里的森林统统被彻底的摧毁。我跟大家讲了，但是很奇怪，有的树立起来皮没有，有的树倒下来。我刚刚给他 NASA 2019年的研究记录，爆炸中心出现了一个直径数百米的黑洞的柱子，一个深井，一个黑洞的深井，然后呢，通过了远方爆炸中心1000公里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爆炸声1000公里爆炸声在哪里？在这一点的东北方1000公里都可以听到爆炸声。爆炸以后5小时，它的空气流冲击的 vortex 直接透过北海，然后让英国伦敦电灯突然熄灭同时英国各地的气压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连瑞短斯德哥尔摩都可以看到空中不灭的太阳不灭的太阳到亮到这个程度然后根据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的右边就是它的东面他们发觉到这个现象。他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巨大的黑烟，这个巨大的黑烟中间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在巨大的黑烟里面走。注意是黑烟我等一下会放一部2013年车诺亚宾斯克的那个是白烟大家看这是黑烟注意。然后这张图片刚刚看过了那这张说至少有2个爆炸声。1908年的7月15号在它的正下方，也就是东南方的南方，他说早上9点钟发生地震，接着发现地下的震动的声音，5到7分钟后第2次声音打来，比第1次要强，第2次比第1次要强，随后1分钟以后又有一个打击，但是比前2个弱，所以实际上至少是3个声音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从它右边那个村子东方的村子，他说这个东西从西北面农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相当高的地方，有一个很坚固但是看不到的东西，闪着一个白蓝色的光，然后从上到下移动10分钟，这个主体是一个管状，有一个管状的东西出现，而且是一个圆柱形。那天空万里无云，只有地平线上不高的地方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同时注意到，我第2段红字在观察发光体的同一侧上有一个小明显的小暗云。注意，除了本体以外，它还有一个小暗云，所以这是2个东西，是有2个东西然后造成天气非常干，而且天气非常热。而炸的时候发亮的身体几乎已经模模糊糊，但是在它的位置上有一个很巨大的黑烟体，而且听到非常强烈的声音。但是没有雷雨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伊尔库斯克，也就是我正下方用 Google 拉出来的图在贝加尔湖的南端的角上，贝加尔湖有一个伊尔库斯克的物理天文台，现在还有它用特殊的仪器那个时候科技你看俄罗斯、苏联多进步，它的地震仪捕获到979公里外的地震波，我拉一条线。979公里，所以不仅它是空气的运动，同时地下撞击的运动，让它捕获这个地震仪。这个地震仪算出来倒推回去来找这个地方。我用红字，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我用红字是俄罗斯的苏俄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天文台的台长负责人你到 Google 上可以查到他的名字。这个是距离爆炸中心60公里伊尔库斯克听到2次巨炸，他至少听到2，跟前面是一致的。前面是目击，这个是用量测器地震仪量出来。然后他有的人伊尔库斯克的人呢，热浪冲击，人被震出门外震出几英尺远，然后醒来以后，发现一个很尖锐的呼啸声，尖锐声表示频率很高，一个高频的声音呢。经过防止剧烈的震动这个声音来自哪里？就来自970公里外的东古斯
然后这个坠落地点随着极强的光亮，然后还有乌云，这个乌云呢有雷鸣的声音，3到4响。你看这个里面就是3到4声啊，所以说这个里面不止2声，第3声比较弱，还有第4声。好，以前都没有人看，1921年到1927年，对不起，第一次开始哦，1908年11年以后啊，13年以后，在这个俄罗斯苏联的 RFSR 科学院，就是苏联科学院研究地质的库利克啊，他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去啊，一定要找一个团啊，所以他带队啊，注意他去了3次啊，这第一次已经找到很多资料啊。那库利克是何许人物啊？这是1927年，45岁啊。这个受过中等教育，而且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是一个数学跟物理学的学士。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这个苏联的科学院的运石部门的负责人。因为没有资料，我想他应该是算是院士等级，所以他能够号召连去了3次啊，连去了3次。这个就是他的照片啊。这本书台湾没有卖，这个是我从美国买来的，已经绝版了啊。就是这本书讲东古市讲得非常清楚，下面是陪他进去的东古市人啊，右边是他发现到的一些小小的颗粒，但是他说明说的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听，万一大家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他在现场看到这些东西啊，这是1921年进去的时候看到的。这个人是跟他一起进去的，这是当时这个什么人民援助委员会的主席啊，他跟他一起带着队进到里面去，而且他下面有一句话，我为什么用这段呢？因为据他说哈，现场进去的时候看到鹿至少死了1500头，至少死了1500头。1927年啊，他们进去的时候还有居民不怕死，不走啊，竟然还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里面他说，这个第一次去呢，他到了600到1000公里的地方没有进去，最近的地点。因为交通不便，实在没办法，就回来了啊，进不了近的地方。但是他访问了很多人，他研究了他的图形，所以这张图就是他现场。这个是俄文，这全都是俄文，我给它变成中文哈。中间那一块是落弹点啊，然后那个下面2条线是他飞行的轨迹，他是这样上去的啊，飞行轨迹这样上去的，他是这样写的啊。那这张图呢，就是他们看到了以后呢，这个附近的一些区域，第一个区域是陨石落点，第2、3个区域呢就是他们去的地方，然后第4个区域呢就是他砍伐森林的面积，第5个在左边，它是干涸啊，这是根据他们现场抓到这几个资料啊看到的图。第2次，1927年的3月，第2次他又去了，第2次呢，这次呢。到达实际的地点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现在发现陨石啊是一群个体啊，他用尸体，我把俄文直接翻过来。他说一群个体的尸体掉下来，所以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且掉下来呢，它这个防风林，四边都有防风林、针叶林，这个防风林延伸到12到10公里，很明显倒下来的痕迹。那 NASA 前面我讲，有些是全倒，有些是皮都没有的倒啊。然后几个正方形的中心有一个几平方公里，我刚刚照片给大家看了。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上面布满着各种大小的漏斗，你也不能说是洞，这个漏斗有的时候宽几十公尺，深几公尺，不知道啊，是他们的研究结果。然后这个是实际上他们又画了一张图，最多的地点东古市河最上面一条，在东古市河的上游啊。那这张呢，我告诉大家，就是1490年，在明孝宗弘治3年，也就是1490年，时间可能是3月21，或者说4月19。这个因为是天官书里讲的，这个时间确实都不知道。就是说庆阳区，这个庆阳区在哪里？这个大概是在陕西、甘肃一带啊。时落如雨，大者4至54斤。大概是1.5公斤，小2至3、4斤，大概是1公斤左右。落下来的石头难以计算，大如鹅卵石，小如水粒，1万多个人被砸死，其他人都逃走了。这是我们的历史上有记载。
为什么拿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落下来也没有陨石，也没有坑，但是它有陨石啊，它有陨石，这陨石的记录。那东古斯你陨石都找不到。好，第3次远征，它主要的目的朝磁力线，所以表示在1928年的时候，俄罗斯的科学院已经把当时的磁力线都找到了，但是呢，目前来讲没有看到它公布啊，没有看到它公布。这个就是它的河流，注意到它的河流的位置，也就刚那个红点就是它落地点，河流经过的方向啊。这张图箭头所指的地方叫做瓦诺瓦啊贸易站啊，瓦诺瓦贸易站，这个是所有当时离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城镇，但是贸易站，那个贸易站离那边啊都有200公里，所以你看你怎么去。这个库利克现场的照片，这是我那本书上2011年我把那本书实际上1927年进去的时候拍的照片啊，你可以看到树还是倾倒的啊，这很典型的照片，这是1921到27年库利克3次进去拍的照片啊，这个也是现场照片啊，你可以看到树干一根根直在那边，皮都没有了啊。这个也是啊，找到中间是一个塘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库利克当时进去，经过东古斯河，因为大家看到在河比较近嘛，所以他坐船啊，从安卡拉河进去啊。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贸易站，这个蛮有名的一个照片，左边就是库利克啊主角，右边是他请的一个雇员，他非常照顾他，最后他生病，他还特别陪着他啊。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啊，这个探险故事我就不讲了。然后这个重点哈，燃烧区域的中心啊，点缀有扁平的漏斗，30公里宽啊，我确定燃烧区有30公里宽，防风林的面积不少于50个，然后有很多漏斗，深深浅浅，上面都有仙胎浮在上面，而且变成了现在是沼泽啊，现在是沼泽。然后这个要专家研究，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专家了啊。他说每秒72公里移动的速度，从72公里降到1公里啊，每一颗，这是库利克讲的，130吨，130吨，他估计啊。那么这个漏斗呢，形成了漏斗，他一直强调这个漏斗，因为他看不到这个有陨石，但是当时因为缺乏航空摄影，所以说他不能够确定相关的位置啊。他就是拍照，1927年这边讲了，1927年的拍到了照片。你看，全部倾斜的岛啊，倾斜的岛啊，还有一点叶子啊，直的对不起，连叶子都没有，直的看到没有，叶子都没有了啊。几个区域我刚刚照片已经放过了啊，这个是现场啊，左上方更有意思，一根啊，其他都没有了，一根啊，看到没有，一根啊，都是一根一根啊，皮都没有了啊，直的都是一根，右边你看都是一根。好，那么我为什么写红字呢？是库利克心中的遗憾，希望在春季之前，1927年春季之前得到一颗陨石。对不起，实在是得不到啊。然后我下面就是说，在这个坠落地点1000公里距离外，都听到声波的咆哮声。这个地方沙哈克共和国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拉了一个距离，左边那个是东古斯，右边是沙哈克啊共和国。然后我拉了个距离，上面多少？1200公里，1200公里都可以听到那个咆哮声，可见它的震动有多大。好，同一个晚上，地球的北半球同一件事情，以发光的银色云出现在高层大气，同时用它来看书，黑夜变成白天，黑海南部的黑暗夜晚变成白天。黑海哦，你看黑海离边多远？南方的乌云密布。白夜迷惑了所有的科学家，其实是晚上，但是现出来白天啊，又不是火山爆发啊，有这种发光的银云，什么东西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啊。最后科学家跟物理学家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啊，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啊，说我们地球在这个时候啊，卷入了世界空间中遇到了某种宇宙云啊，宇宙云不晓得，他们说是宇宙云。我这边把2019年到2020年，我们科学家用现在非常先进的仪器，以现在的科技做了几个解释啊。直径30公里的爆炸区啊，树木连根拔起，烧焦的树枝
被烈火，注意我用这个舔字，舔去了1到2厘米啊，你那个树皮都没有了，舔去1到2厘米啊。如果它晚3个小时啊，那么会冲到哪里？冲到莫斯科上空爆炸。如果它晚几个小时，这样我可以给大家看路线图。树倒的方向呢，不是辐射状，2次炸不同的中心啊。第一次产生红色辐射，第二次推测把整个树皮刮一层。注意红字，年轮的生长，1908年的前是0.4到2个 mm 年轮，树的年轮，到是1908年以后呢，是5到10个 mm。注意到多了多少倍啊？5倍啊，5倍啊！而且地球的磁性，伊尔库斯克跟格林威治通通改变啊，因为它有第3次有量磁性嘛啊，这是它的爆炸范围，所以它至少2次，你可以看到它也像那个蝴蝶状的，至少有2次爆炸，而且树的分布、它的落点跟它的形状至少2次爆炸啊。这个是 NASA 根据它的图，然后红线我指的红线那个就是落弹点啊，然后它的树枝的分布。这就是 NASA 2019年的 paper 啊，秀出来就是这一点啊，这个区域里面他们做了研究啊。1927年发现有辐射能啊，有辐射能。为什么会有辐射能？你看有弹状云，有辐射能，而且它的年轮会改变，不晓得啊。这是1921年到1929年，他们以及上漏网的照片，我特别补上来，你看了没有？是不是直起来的？光光的1.2厘米被舔去了，右边是倾斜倒的，下面是整个一片树枝一根一根竖起来的，右边也是一根一根竖起来啊，有20到40公里，有20到40公里这么宽啊。1928年到1938年还有人啊，这个发现找到蝴蝶状那个蝶状，就做那2个图形是1928年找到，最后1942年他死在德国的集中营。最后他的这句话说：“为什么找不到一颗陨石呢？”他非常的遗憾啊，非常的遗憾啊。我这张图，1964年啊，这个是飞行的轨迹，这个是从它的西面，它从它的东面啊看到的点绘出来的轨迹啊。从这本书上，我从一本书上抓出来的哈。这张图非常有意思，经过数十几个研究单位证实。这一个你管它什么小行星也好，什么彗星也好，不知道什么东西，最早的轨迹是从南向北，我从南方下面一个箭头向上，到了科学这个地方突然转弯，转一段地位置又一个转弯，注意到2次变轨，最后打了一个地方。如果这一次它再不变轨啊，它再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莫斯科了啊，这不可能打到莫斯科，因为它已经变了2次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不知道。好，我们现在就放第2部影片，也就是在这个2013年的2月15号，在俄国的车里亚宾斯克啊，它以30公里每秒的速度进来，爆炸空炸，大概55公里高，而且连炸9次啊，然后产生了大概也是差不多30到大概10公尺大的这么一个10到20公尺大的。17公尺了，17公尺左右的直径啊，然后重量大概估计是7000到1万吨啊，然后你看到没有，小学生所有1200个人受伤，因为它玻璃啪一震下来，这种情况大概10到100年才会一次啊，车诺亚宾斯克啊，我给大家看，然后它实际上大家去看这个照片，看这个影片啊，它也是2段，第一段但只有1颗，但是炸到后面啪1颗重就冲出来，你看到没有？那个烟中间差那么多啊，冲出来。然后这刚刚东五十又是不一样，它是黑色，注意到这是白色的云，啊，这是白色的云，对吧？白色的云，它是黑色的云，啊，几乎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里面给大家非常想象的空间，啊，非常多想象的空间，科学家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预测。好，我再放第3部影片。第3部影片是美国 NASA 做了一个实验，左边就是一个小行星或一个陨石打在一个固体 solid 一固体中间是实心的，它震出来的一个打出来的爆炸波是这个样子。
右边是 hollow， 就是中间呢还没有东西，是空的啊，hollow 中空，它打出来这个样子，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说，表示说东武石的炸，因为这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人看到，所以这个是缺乏历史的证据，缺乏历史的数据，缺乏空照摄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根据当时我举了2个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东方，他们不同的观察地点，观察到口述的资料，得到结果啊。所以这个3部影片提供大家参考。好，我们回到本题，科学家在2020年1月24号之前，他们一连串的研究。1975年，以色列魏斯曼这个科学院地震学家也去了分析这个震波，他发现我刚刚讲一开始1000枚原子弹，1000枚广岛原子弹是他讲出来的所以引起了大家来注意。他进一步模拟这个小行星可能10公里高空就蒸发了，所以空照，因为实际上它是空照嘛，但不排除有1公尺直径的碎片落下，这就很奇怪了，他没找到没找到啊。但是他1960年发表了2篇论文。那么他关于爆炸地点呢，他说是在这个 Lake Chaco 这个湖左右。1975年，1978年彗星说1978年那个斯洛伐克天文学家提出，这会不会是一颗彗星呢？来自他能告诉你从金牛座来的都告诉你，因为6月份正好是金牛座彗星雨嘛，这个流星雨嘛，那现在还有，但是呢，彗星进到地轨呢，大概是5到7.5万公里每小时，但是1908年呢，只有它的一半，36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和3600大概也不过1到2公里每秒的速度，非常的慢。那么这个速度呢，只有太空船才具备，你彗星绝对超过这个速度，不知道。所以是1978年有一个彗星说，但是红字已经给他打脸了。1980年运石论说这个基辅因为当地嘛，所以他俄文的资料都很齐全。他说这个是一个4000吨的一个陨石落下来，但是找不到陨石坑找不到陨石坑。如果是陨石，旁边一定有大量的钻石，他们想去找钻石，结果连坑都找不到，哪来的钻石？2002年9月25号东武石大爆炸说这是一个空炸，同时测出这个大爆炸呢，它的树木的面积呢有850平方公里，英里，对不起，这一片是原始森林当年是被一个由西向东的一个飞行体炸出来的注意到我们最后的图形看到是由东向西由东向西那么相当于1到2000万吨黄色炸药5到10公里空炸，所以在2002年研究它可能是空炸，高度呢是5到10公里。2003年特别去了一个远征队，这个远征队呢，他说1908年的东武石事件呢，看到的情况呢跟前面看到很多一样，但是他说同位素放射线的估计发现有放射线的数值在里面，而且美国军方发现这个幅度有0.2到0.5千克之间，所以很奇怪，到了现在2003年竟然还有辐射线有钴跟铯的放射线同位素。陨石爆炸会有同位素的放射线的和原子弹的类似的物质出现吗？不晓得这张是2006年人家去看落日余晖，看到树都已经长出来了，好，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是美国它 NASA 特别有一个英文的，我原汁原味我就不讲了，类似的东西。那这边我要讲的这个2013年最后2月15号，俄罗斯的车诺亚宾斯克火球但是比较小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坑，看到没有？这是在冰上，它里面找到陨石那么这个里面讲到，它在这个相当于550吨的爆炸，这个爆炸呢有100万个窗户，造成1000万人的受伤，1000人的受伤。这个是车诺亚宾斯克2013年。好，那么这样子的好，这个 NASA 特别为这个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研究这个主题。那研究的主题呢，总括呢，我已经放在这个里面了最后我拿这张表来做一个
一个总结哈，6500万年以前，10公里大小的坑，造成180公里的坑。这个坑呢，地球大绝灭啊，人类之所以出现。紧接着呢，5万年前啊，巴林节也有一个坑，1.2公里直径大小，它是50公尺的东西从空中落下来，啊，到了东古斯啊，我刚刚给大家看到，它最后估计是30到40公尺空炸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不是跟巴林节的很像呢？比巴林节稍微小一点点，但是它造成的面积绝对不止1.2公里，绝对不止1.2公里，它也是空炸5到10公里，这是研究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它有3声爆炸的声音，而且最重要，它有转弯，啊，有辐射，有转弯。我给大家看看，再给大家回味一下这张图。东古斯大爆炸仍然是个谜，而且充满了谜。为什么？就凭这张图，它原来是从南部往上走，然后在喀什尔的地方右转向东，由西向东。他们就说这一段，因为这边观察由西向东，然后由西向东了以后，在最右边那个 P 开头的那个地方一个大转折，注意到这么大的转折，哎，那个陨石小行星，它又不能控制，它怎么做得到这一点？然后对准着这个地方冲过来，啊，所以在东古斯大爆炸仍然是一个谜，而且这个谜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美国 NASA 才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开了这么多的研讨会，有1000多个人还在这边持续不断的研究这个东古斯的大爆炸是什么东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呢？啊，中间的树干一个一个直起来，1.2厘米的树皮全部被舔掉，然后侧边上全部倒下来，而且它形成的这个范围呢，像蝴蝶一样啊，像蝴蝶一样，它分布的状况呢，也像啊，可以看到现在跟以前啊分布的状况啊，它的样子啊，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哈2个图，一个左边是立起来的，舔了1到2厘米的，右边是整个树倾倒的。那么这个图呢，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预测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现象，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它这个东古斯大爆炸，它的最大的疑问就是我这句话，我用这张做一个最后的结束。东古斯大爆炸充满了谜，辐射线轨迹改变，然后找不到陨石，所以科学家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是陨石的系列之一。好，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